收缩严盟的兵线，这家伙喜怒无常，寻常军队只不过是送死的。蔡林见情况不对，果断地下达了指令，让外面的军队迅速退回到要塞之中。现在便只能指望萧炎能抵挡住这个家伙了，不然的话，玄黄要塞依然免不了要血流成河。海伯东满脸凝重的道。对此，彩铃等人皆是点头。此时的萧炎看着小四儿的手段，初步判定小四儿应该有能够遥控人体内血液的手段，心神一动，便是用火焰将自身全身包裹。对此，小四儿不屑一笑道：斗气是防不住我的化血大法的。随后萧炎就感觉到了那种浑身血液即将破体而出的胀痛，然而就在他刚欲镇压体内翻腾的血液时，其心脏却是突然猛地跳了来，旋即他就发现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心脏之内传至奇经八脉，然后他就没事了。这是在那天幕融合的血脉？萧炎转瞬就想通了其中关键，新生血脉牛逼 max。 随后萧炎抬起头，对着四天尊一笑道：看来你那化血大法并没有你所说的那般厉害呀。怎么回事？首次遇见对自己拿手好戏免疫的人。四天尊懵了，我这可是天阶斗技，尊重一下好吗？就是一些半圣阶别的强者也不会毫无反应啊。看着小四儿一副我人麻了的表情，萧炎像是嫌弃惊吓不够多一样的，双手结印就放出了额间的族纹。萧族族纹，你竟然激活了萧族的血脉。萧炎自然不是把族纹放出来玩的啦。小四儿还满脸问号的时候，萧炎的气息就已经暴涨完毕，冲着那眉头紧皱的四天尊微微一笑，萧炎脚掌朝前一踏就消失不见了。见到萧炎消失的四天尊丝毫不慌，冷笑一声后飞速的后退3步，手掌对着右侧的虚无空间就是狠狠地轰了过去，腥臭的拳风所致。萧炎的身影也随之显现，别问为什么能精准地找到萧炎，问就是小四儿能感觉到其体内血液的流动。被发觉位置的萧炎稳得一劈，仗着自己龟壳厚，胸膛应接小四儿攻击的同时，也是一拳轰在了小四儿的胸膛之上。毫无技巧可言的对轰，显然是萧炎占了便宜的。从小四儿倒退了好几步，萧炎却仅仅只抖了抖肩膀就能看出。弹了弹衣衫上不曾存在过的灰尘，萧炎满脸微笑的道：这样换拳的话，你似乎扛不起。四天尊死死地盯着萧炎身上的衣衫，恨不得当场给他扒下来穿自己身上。这小子简直有毒，看来只有用绝对的力量才能将这小子轰成渣了。看我的化血大法大噬血术！只听小四儿一声厉喝下，周遭1000丈之内，凡是实力低于斗尊层次的强者，身体都是在这一刹爆炸而开，旋即化为一股股养料，同下方深涧中弥漫着的血海一起，源源不断地灌注进入小四儿的体内。然后小四儿的气息就开始暴涨了，暴涨的力量让得小四儿的信心也膨胀了起来。萧炎，不要将本尊当作魔语那等废物，你萧家所有人的血脉，连同你这被激活的血脉，本尊今日都收定了。气息暴涨后的四天尊，实力已经远超普通的斗尊强者了，但半圣却是未满的，怎么去衡量这其中的差距呢？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量词：九转。中州上的顶尖强者都将之称为九转成圣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处于斗尊巅峰的强者，体内斗气出现饱和之时，就是九转开始。他需要将体内的斗气全部进行凝练与压缩，待得再度修炼至饱和时，继续凝练，如此反复9次之后，体内的斗气就会产生质变，进而一跃踏过那无可丈量的天界圣阶。一个斗尊巅峰强者体内所能容纳的斗气是何等的恐怖，要将之填满9次，其中难度可想而知。
先前的小四儿实力仅仅是一转斗尊巅峰，甚至是比施展了图文后的萧炎还要略微弱上一点，但现在的小四儿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四儿了。方才吸收的众多血液直接使他的实力暴涨到了3转的层次，可别看涨得如此之多，其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，那就是在施展该秘法之后的1个月内，他的身体都将会陷入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步。这种情况下，要是一个老巢没选好，或者回家不及时，就直接可以躺板板喽。此时的小四儿为了完成任务干掉萧炎，也顾不上许多了。一声低喝后，就见一股股恐怖的血色雾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最终汇聚成一团浓郁的血云，腥臭之极。萧炎见小四儿放大招了，自己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先手放出4种异火，随后口吐虽然是假火，但不影响使用的化生火。是，没错，5轮离火法重出江湖了。先是武林齐齐现身，再是爱的魔力转圈圈，5轮离火盘现。远处那4天尊见状，毫不示弱的也是嘴巴一张，旋即一道血柱便是喷射而出，直射天空上的血云。只见那血云一阵翻涌过后，直接是形成了一个1000丈庞大的血红手印，随后朝着萧炎狠狠拍去。萧炎，看本尊一掌将你拍成虚无！哼，大言不惭！巨大的5色火盘同那血掌相撞的那一刻，生生地将天空上的云朵都震成了虚无。望着那在天际形成的可怕能量飓风，4天尊眼眸微眯，但其身后却是突然传来了萧炎的声音：大天造化掌！这招出其不意，惊得小四儿眼瞳紧缩，连忙施展血魔袈裟进行防御。然而哪里敌得过萧炎的预谋已久，于是飞天喷射战士重出江湖喽。小四儿也是个有脑子的，虽然不多，但9天尊的下场足以警醒他了。于是小四儿借着倒飞的冲击力就想跑，想走。萧炎笑了，背后青红古意微微一震，便是送了一朵美轮美奂的4色火莲给小四儿。这可把小四儿给感动坏了，就说怎么魂殿有那么多强者都是栽在了这个小子的手中，莲花做的真好看。萧炎将莲花送到小四儿的心巴上时，天际之上绽放出了最美的烟花，不多时上天还附送了一只烤猪猪。安心啦，小四儿还没死，只不过现在的状态同先前的10天没好到哪里去。萧炎担心砸落回身间的小四儿活得太痛苦，打算给他一个痛快，召唤出一道紫褐中带着一点森白的异火，就朝着那气息残存的地方狠狠轰去。萧炎斩草除根的想法是极好的，可惜祸害1000年呐。紧要关头，4天尊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捏碎了玉简，随后就被空间黑洞传送走了。你就说气人不气人？以极快的速度冲下深涧，望着那残留的扭曲空间，萧炎喃喃道：逃的倒是挺快的。连战2名魂殿天尊，并数次施展天阶斗技，还是让萧炎有些吃不消的。现如今虽大局已定，但还是有一些小尾巴需要收一收。缓了口气，萧炎背后的青红古意一震，便是再度出现在了战场上。目光扫了扫上还在交手的魂殿以及失明宗的强者，萧炎当下便是一声冷哼，旋即食指连弹，就见不少的炙热火柱就如同横扫天际的激光一般，狠狠地轰中那些对方的强者。一时间惨叫之声不绝于耳，只因一旦被那一火缠上，他就会如同复古之居，任由他们如何施展斗气抵御都是徒劳。最终不少被火燎了屁股的鸡都飞快地跑了，其中魂殿那些个小人儿跑得最快。萧盟主手下留情，我等也是被逼而为。余下的那些个跑不快又怕死的强者以及宗门见此情况，连忙惊叫道：对于这些个墙头草，
萧炎没把事情做得很绝，招揽是不敢招揽的，全杀吧与联盟的后续发展不利。所以沉默了片刻后，萧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要走可以，一命换一命，拿失明宗的人来换你们的。萧炎此话一出，场中就陷入了短暂的寂静，旋即天空之上再度爆发了一场大混战。俗话说得好，死道友，不死贫道嘛。至于失明宗，此战之后将不配再拥有性命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的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